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万国觉醒的更新公告，这个是新剧本的公告，特洛伊战歌版本更新。那它这边更新的时间，这边是国服的时间啦，会在10月10号。但是我看了国际服的时间，也是在10月10号，然后也是这个时间点。我在想，他们是不是放错了时间？因为国际服那边是 UTC6 啊，然后国服这边是早上6点。我觉得可能是他们复制粘贴写错了数字吧，不知道，到时候再看。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全新的征服赛季剧本，也是这一次的主题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剧本开始之前会有一些其他的活动，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那首先第一个活动我就不确定是什么活动来的，率领希腊联军远征爱琴海。但是第二个就比较熟悉啦，之前也是有出现过，就是你们可以用新的统帅，是私用的，就讲我们不需要花金头在这个统帅上面，就可以用这个统帅。陆海争锋就是海战啊，然后联盟竞答最近也是有出现啊，所以这个相信大家也知道。特洛伊文明之旅就是我们可以看那些故事啊，这个特洛伊战争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能会有一些问答之类的。接下来是说这个新剧本有什么特色，万神殿玩家可以选择一位希腊神明并接受其祝福，不同的神明祝福对应不同的争议及特殊技能。关于这个部分在先前官方发布的影片里面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啦。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拥有4个职业，这个相信应该也是刚刚所讲的祝福什么之类的吧，这个也是我之前所推测的，就是可以看到它有4个不同的符号嘛，所以这边4个符号可能就代表不同的争议，而且还有分难度哦。但是在那张图片其实我们也看不到什么东西啦，所以只能大概的猜测而已。第二个木马祭，阵营要塞被占领后将自动修建木马，阵营所属联盟都可被分配木马用于突袭作战，木马可以走到其他的区域，不同的行省除了黑暗祭坛，并且除了皇庭之外的区域被展开为木马要塞。木马要塞展开但未完成修建时，所属范围被视为临时的联盟领土，玩家可迁城至临时领土，但无法受到领土保护，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移动版的要塞。但是实际操作如何，我们还是要等这个剧本出现之后才可以知道。奥林匹斯对决，随着编年史进程，奥林匹斯决斗将周期性开放，开放期间玩家可派遣部队参与决斗，被派遣部队将由系统控制，自动上场进行1对1的决斗。这个有一点像不列颠之王里面的荣誉决斗啊，只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你是一个一个部队慢慢打的。统帅专属密室啊，又是这个东西了。随着编年史进程将解锁，阿葛留斯、赫克托尔啊，这里也是给大家知道这个2位新统帅的名字是什么名字了。通用统帅专属密室，它将使2位统帅的技能对所有兵种生效，这个就跟朗纳尔差不多。接下来是提到这2位统帅，年度剧本统帅阿葛留斯、赫克托尔将随年度本开启一同上线，在特洛伊战歌剧本开启失落之地后，将开放以下活动：特洛伊秘宝，打开宝箱抽取传说统帅赫克托尔；希腊英杰，购买礼包解锁奖励，获取传说统帅阿葛留斯；战魂觉醒，使用通用统帅雕像兑换指定统帅的雕像，即可领取丰富奖励。因为根据之前不列颠之王的情况来看呢，那个朗纳尔我们能够用的时间其实就只有几天而已，就是说如果你们要在 KVK 里面完全去使用这位统帅的话，其实你还是得召唤，还是得把镜头放在这些统帅上面去投资他们。那根据官方这边的情况，他们会在10月11月出现这2位统帅，也就表示说我们接下来这2个月会花比较多的镜头，因为12月会推出新的第11代骑兵啊，所以我们的镜头可能会不够用。下一个部分，全新活动及功能上线，万国觉醒迎来100版本，在游戏里面签到可以拿到丰厚奖励。这个丰厚奖励该不会又是采集统帅吧？浮光晕影，这个就是之前有出现过的一个活动啊，拿城市皮肤的，在之前的影片中也是有介绍过这个活动啦。但是这个活动其实比较适合大佬去玩这个活动，一般玩家
可能没有那个闲钱去玩这个活动因为还蛮贵的算下来。但是这边是讲带来一些全新的优化。这一次的活动期间，有机会通过祈愿获得秋日限定主题的连战播报。那连战播报是什么东西动态表情，又有新的统帅，可能会有新的动态表情吧。个人主题、战争主题、界面主题、城内植物、聊天气泡和聊天主题，这些你们应该都知道，不需要解释啦。新增活动专属特惠礼包星泉之梦，玩家可通过购买礼包直接获得祈愿币。之前我们要买那个礼包的时候，不是说有礼包可以直接买的，就是我们要买了这个东西之后，然后再转换去别的东西才可以拿到祈愿币，就是它比较复杂一点我们要换来换去所以它推出了这个礼包之后就可以比较方便一点不用换来换去。玩家已拥有永久外观后，祈愿时获得的对应现实外观道具将由系统自动转化为一定数量的对梦令，优化了本活动部分界面操作。新增加功能连战播报，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换上连战播报的道具后，己方部队在不回城的情况下，在交战中造成的累积重伤击杀数量达到一定值，会在此部队上方发送连战播报。在触发最高级等战斗评价后，每次击败敌军都会发送连战播报。这个东西不是很烦我是说近战的玩家如果你用点点模式的话，应该看不到这个东西吧。而且我觉得如果他一直会弹在我们的部队上方发送连战播报的话，可能会挡着他们打架的视野，这个我不确定大家看他们推出之后是长什么样子的。新增国王技能趋近，被添加进入趋近名单的玩家无法进入失落之地，这个在之前也是有讲过啦，在荷兰的线下聚会，并且国王可以随时定位其主城所在的位置。哇这个还有这样子的东西就讲他可以随时去找他城市出来，然后把他给清零，除非那个玩家一直开泡泡。但是这样子的形象会不会变成一个霸凌的现象呢？可能这个国王不喜欢这个玩家，他就用了这个技能在那个玩家身上，然后一直去霸凌他，有没有可能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呢？失落之地及征服赛季迎来全新优化，失落之地分线优化新增单线路王国的失落之地名单，国王可以自行勾选参与失落之地的执政官名单了。哇，终于有这个东西了。可是该不会这个功能只能在先锋王国使用吧？需要增设分线的王国在报名阶段将默认只开放一条路线，由国王决定是否额外增加路线并参与报名。新增路线数量不可以超过本王国最大的线路数量，且在报名阶段截止后不能再进行操作。远征前夕，这个也是之前玩家投诉的部分了。活动最终排名奖励由王国排行改为阵营排行，阵营在失落之地中共享排名带来的争议。调整了活动第二阶段及第三阶段的内容，调整后第二阶段为摧毁劫掠者城寨，第三阶段为训练部队，并将取消攻势阶段。在尼罗河之王、奥尔良之围及神级妙册剧本中，即将更新最新版的水晶科技，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后面伤害减免的部分，还有对某个兵种的伤害提升那一个。博物馆更新，博物馆将增加统帅阿基米德、玛丽一世的展位。不过这两个统帅都是紫色统帅我相信大家应该不会特别去在意他们。考拉克仪式优化，在除入门难度外的所有中，卡卡鲁部队的最高等级从50等级降至30等级，成功通关后的获得奖励总量与改动之前相同，就我们不需要打那么多次啦。召唤卡卡鲁部队所需要的行动力将有一定幅度的提升，所以它这边拉长补短，优化了连续挑战时卡卡鲁部队刷出的位置。那这边是关于国服啦，国际服面的东西。在深夜疲惫状态下，联盟旗帜的燃烧速度由降低 500% 改为降低 1000%它烧旗帜的速度越来越慢了。优化了远征前夕第一阶段中各个奇迹产业的获取体验，这个就是前置的时候啦。 OK， 这一次的更新大概就是这样子你们觉得这一次的更新怎么样呢？但是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看到，如果之后有地图还是什么之类的话，我再分析一下它那个玩法，还有做一个比较简易版的地图给大家看吧。个人还是比较期待这两位统帅的，也有传闻说这两位统帅就是新的骑兵统帅，但是他这个是年度剧本统帅啦，有可能一个骑兵一个工兵根据搜索来看呢，这两个兵种就是特伊的军队还有希腊的军队，他们比较善用的部队都是在长矛兵、剑兵。难道他这个年度统帅是远程统帅吗？然后这边希腊部队的话就直接就是
是重装步兵了，长矛兵，所以有很大可能这2个兵种又再是步兵了。但我还是希望是一个工兵一个骑兵啦，不然太多步兵统帅可以使用了。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